秦城监狱和郾城监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为何能成为中央级监狱？这样的监狱都是什么级别的犯人能进？秦城监狱是我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以关押重要犯人而著称。不过其不仅级别最高，在隶属性质上也尤为特殊。除其之外，我国大陆地区的其他监狱都是直接隶属司法部或归属司法部之下，地方司法系统管理。然而秦城监狱则是直接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中央级监狱，是我国监狱系统中独一份的存在。这主要是源于其解放之后被我军接收进行高级别战犯等重要人员关押改造，之后又划归公安部管辖的历史有关。然而这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的特殊监狱，在没解放之前却是一个因为镇压革命而臭名昭著的罪恶之地。不过好在经过新中国的改造，完成了从镇压革命向创造新生的性质蜕变。当然有一点始终没变的是，这里关押的都是高级别人员。从1915年该监狱于北洋军阀时期建立开始，就相继成为了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和革命志士的工具。当然这座监狱还叫所谓北平第二模范监狱，由于其位于当时北平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庙街1号，因此又被称为功德林监狱。我党创始人之一的革命烈士李大钊当年就被北洋军阀关押在此处，并残忍杀害于监狱的大墙之外。抗战胜利后，功德林监狱一度成为了关押日伪战犯以及后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俘虏的监狱，因此也被更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不过能够进入这里的战犯都是最低少将以上的级别，部级有包括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伪满时期要员在内的高级别战犯。随着全国的相继解放，更是集结了国民党100多名高级别战犯。像是杜聿明、廖耀湘、黄维等蒋介石的一众得力干将，几乎全部都来功德林报道了。不过随着战犯改造工作接近尾声，1959年功德林监狱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了第一批特设。1960年开始在燕山东路的北京昌平小汤山附近选址兴建，由于所在地区为秦城村，因此便被称为秦城监狱，开启了新的使命。秦城监狱如今都关押什么样的高级别人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官员贪腐现象和经济犯罪问题开始显现，因此秦城监狱开始成为监管大老虎们的专属监狱，一般省部级以上的犯罪高官才能进入秦城监狱。比如著名的就有1998年被判刑的原北京市长陈锡同，2008年被判刑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这也让秦城监狱成为了一处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的监狱。不过将这些职务犯罪的高官关押在这里，并非为了什么特殊待遇，更主要的是基于看管需要。秦城监狱究竟是如何看管高级别战犯的？与之齐名郾城监狱究竟是什么级别？又有什么特殊之处？虽然秦城监狱关押的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别犯罪官员，但在关押条件上并没有搞什么特殊化，每间监室面积也只有20平米左右，除了床铺和简易的写字台外，就是卫生间等基本设施。当然，这和普通罪犯的多人间相比，个人使用面积会更大一点。但这并非是级别造成的，而是其作为特殊犯罪者的重要性决定的，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普通罪犯当中的重刑犯也是住单间，是同样的道理。同时，这些人即使被抓判刑，也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代清楚，所以需要一个相对单独的环境，更好的写交代材料。当然，基本的每日放风、适当运动劳作以及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等权利也是正常拥有的，但通常也都是各自单独进行，有2名狱警跟随看管，从而避免相互之间的串通密谋等问题。而除了这些方便管理而采取的特殊对待，想要享受是不可能的。那同样特殊的郾城监狱也是关押高级别犯罪官员的吗？位于河北省三河燕郊开发区的郾城监狱，虽然距离北京也很近，同样也是一座中央级的监狱，但和秦城直接隶属于公安部不同，郾城监狱则是司法部直属的一座监狱。虽然也是一座高等级的监狱，但关押的犯人并不限于职务犯罪。目前关押的650多名罪犯当中，主要分为3类，除了职务犯罪以外，还涉及到外国籍罪犯以及普通刑事罪犯。只不过普通刑事罪犯一般是情节较为严重，有期徒刑时间较长，特别是有犯罪研究价值的案例，都会聚集于此。比如之前因犯强奸罪而被判刑的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就是作为1类典型被关押在这里。而职务级的犯罪所关押的官员级别相对要比秦城监狱低一些，通常都是以贪腐为主的经济犯罪，比如足坛反腐中被抓的杨一鸣、谢亚龙等人。同时，关于关押的犯人中有不少外籍罪犯，所以郾城监狱还对狱警的学历和掌握英语等双语能力有要求，这也和其承担的另一项职责有关。那郾城监狱除了看押罪犯，还承担了什么特殊任务？郾城监狱的特殊性在于其研究示范作用，将各方面诸多典型的犯罪案例集中于此。
此，除了能更好的便于犯罪学研究，同时还能起到警示作用，是全国很多单位参观学习的教育基地。另外，因为涉及关押在华犯罪外国人的缘故，也会经常接待国外司法代表团与国外驻华使馆人员公开交流学习，从而成为国际司法交流的窗口。这些都是燕城监狱的特殊之处。不过，在监狱设置管理上，则和其他监狱没有区别。